魏王，你身体如何？我没事。您这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希望老天保佑。哎，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宫？自从皇上废除了皇后，坊间流言都在骂皇上无情无义，越来越多人站到长公主那边了。第一步棋，我们输了。眼下我要做的，就是扭转败局。我迟迟不回宫，正是我反击的第一步。这个快！谢谢。没有了，你看，没有粥了，没有了。阿弥陀佛。好像没粥了，这怎么办？兄弟们，我不愿留在这昏君身边，替他继续卖命了。我决定去宁州，投奔长公主的军队。你们谁愿意，随我一同前往？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去。连老天爷都不帮昏君，我们留在这儿也只是为他们陪葬。对，带上你们一家老小，咱们一起前往宁州。对，大家都等等，先听我说两句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皇上的妃子，宁贵妃。大家看看，宁贵妃还会在宫外和我们抢粥喝呀！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少骗人了！少骗人了！你们要走，我不拦着。我只是有个问题想要问问你们：你们如何知道广定王就是天命所归呢？老天爷亲口告诉你们的吗？先是大爆炸，然后是天火，难道不是老天爷震怒吗？对呀，是啊，对呀，就是天火，你也是亲眼看到的？反倒是我，亲眼见到昨天晚上长公主的叛军四处放火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广定王如果不是天命所归，又岂会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前去投奔他？是啊，没错。听说严大将军有分身之术，还能呼风唤雨、差遣鬼神。就是，他令旗一挥，鬼兵鬼将都来帮忙。就是，他说的没错。严宽那个妖人，他那点把戏，我见过不知道多少回了。大家听我说一下，我认得她，她就是宁贵妃。上次永东门大爆炸是她救济的我们，宁贵妃她是个好人呐。大家都听我说，永东门大爆炸是她救回了我的丈夫。宁贵妃，就算他是个好人，也不代表那个昏君就是好人。对，没错。他们这些人就只会躲在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，根本就不会理会我们平民百姓的死活。我们没空看你玩把戏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宁州，我们要升官，要吃饭。对，我们要吃饭。我是宁贵妃，可我也是叶凝之。几年前，我也就是个普通老百姓，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只会耍杂技的小姑娘而已。我进到宫中，成为宁贵妃，我就是想要帮助一切需要我帮助的人。你们呢？你为什么要当兵？难道不是想要保护你的妻儿？难道不是想要保护你的家园吗？而现在，你们却要离开自己的故土，投奔宁州，与那些乱臣贼子并肩作战。你要倒戈相向，与自己的兄弟兵戎相见，成为敌人吗？你们甘心成为那个妖人的手下吗？宁贵妃，你或许是个好人，但是兄弟们已经毫无斗志，不愿替那昏君再卖命了。是啊，是。那昏君朝令夕改，一时说死守雁都，一时又说和谈，我们整天过得提心吊胆的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们要吃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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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吃饭。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吃饭。这是谁啊？兄弟们，在下是魏国，
你们之中有很多人，或许从未见过我，也有很多人曾与我并肩作战。我知道，你们现在心中胆怯，因为按照军法，当逃兵是要处斩的。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人能处死你们。军心不振，兵无斗志，纪律无存，这全部都是我魏广的错。要怪，就怪我。是我魏广指挥不当，让你们受苦了。魏大元帅，宁贵妃说的对，留下来，堂堂正正做个好将士，妖言惑众，不能长久；邪不能胜正。对，邪不胜正，邪不胜正，参见魏大元帅，参见魏大元帅，我们等你等得太久了。是啊，是啊。魏广，我沿途所见，都是逃兵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我方的兵力和叛军相比，哪一方更胜一筹？原本我军略占上风，几番折腾下来，如今实力相当，胜负难料。但现在担心也没用，因为这次的胜负不在战场。原本以为我可以劝得皇上不要废后，但是你尽力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嘱咐，竟然直接面对燕州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可以接近事情的真相。让我下来吧。小心。其实这次我是真的害怕。随行的2个宫女都已经遇害，我除了躲起来等待，其他事情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现在好了，没事了。我当时多担心你落入严宽之手。答应我，要好好爱惜自己，保护好自己。我就是想尽快地揭穿严宽的阴谋，稳定军心，让皇上安心，叫他不要落入废后的圈套。只可惜，我不知道韩城这么快就失手了。是我不对。后来，我就躲在了房梁上，没有人能找到我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贵妃娘娘还像孩子一般，你让我如何放心？别愁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真是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回宫后，你的日子不会好过。皇后被打入冷宫，皇上有意要你执掌后宫，只怕你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一点我心里有数。再不济，我就去学皇后娘娘呗。她对后宫那些女人很是有一套啊。现在让她吃些苦头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哦，小心我去告你的状哦。你的伤寒好些了吗？那只是骗朝臣的幌子，我身体健康着呢。仗要打，
身体也要紧。你也是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会立刻回宫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快起来！宁贵妃为大梁辛苦了。唉，哀家有负所托，没能保住皇后。对于废后这件事啊，哀家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会如此武断。太后，战事暂时平息，我也希望和谈能够顺利。这姐弟俩不会安什么好心，和谈哪有那么容易？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，只要不再打仗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太后，喝点水。哦，对了，班灵儿呢，整日说想念你，就让她再跟你回去吧。班灵儿这次回宫报信有功，就跟回我吧。多谢太后，多谢宁贵妃。你还在怨朕是吗？朕真的是别无选择。当时叛军就要攻入城门，朕可以御驾亲征，跟他们决一死战。朕死了没关系，可是朕的那些嫔妃和儿女呢？他们怎么办？还有你，当时你流落在外，生死未卜，朕不能不顾及到你的安危啊！朕知道你心里有隔阂，但这是朕唯一能做的选择了。朕只有顾全大局，才能避免更大的伤害。大爆炸当日你也看到了，民众死伤无数啊！现在只有停战，不再打仗，才不会重蹈覆辙。所以说，和谈是唯一的选择。皇上总有皇上的苦处。那么臣妾想去探望皇后。你探了又如何呢？你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求皇上恩准。既然你求朕了，那么朕就依你一次。现在和谈之际，一定要小心。宁贵妃万福。都起来吧。谢宁贵妃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宁芝，就算你没有看到诏书，看到我这身打扮，也应该知道我现在沦落到什么田地了。为何还要给我行这么大的礼？宁芝心中，你永远都是皇后娘娘。这几日还习惯吗？有什么习不习惯的？人有的时候就是奇怪，十几年来没有一顿不是珍馐美味，现在尝尝这些粗茶淡饭，倒别有一番滋味儿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倒也没什么，
只不过这里有的人日日夜夜都在弹琵琶，音调宛若哀乐，真是让人烦闷不堪。还有人对我不大尊重，有好菜也不给我夹。宁之，现在应该是你在这里后宫吧？是。既然你刚才还尊称我一声皇后，那有几件事儿，我希望你能够破例的帮我处理一下。皇后娘娘，请说。我最近身体不适，可否请个太医过来？好。这里人这么多，饭菜又那么少，是否可以为我专门做几样精心的小菜？自然。还有，我那屋里有好多的蚊子，那个蚊帐破破烂烂的。姐姐，你说的我都会帮你办到。你先委屈些日子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参见宁贵妃。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皇后在冷宫过得可还习惯？她都说朕些什么了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皇后娘娘身体抱恙，需要看大夫，还有就是需要改善一下现在的食宿。那她有没有义愤难平啊？有没有痛心疾首？骂朕负心，抛弃结发妻子？当然没有啊，皇后娘娘没有抱怨皇上。她就是有，当着你的面抱怨良多。冷宫的环境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皇后娘娘过惯了好日子，过去之后一时不习惯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，皇上。朕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，以她的品性，一定会大肆的辱骂朕。皇上，你到底是听谁在扯谎？皇后娘娘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。你不要仗着朕对你宠爱，你就为所欲为。太后，长公主和广定王四处散播谣言，说皇上失德，令天下人唾骂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极力的挽回民心。可是皇上的确是薄情寡义之人，这次皇位怕是不保了。你交代宁之做的事情，宁之做不到了。帝王是否贤德，非我等能评述，只求做好力所能及之事吧。我到底是在保谁的江山呢？实不相瞒，宁之是因为恩情才留在皇上身边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做我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情。几番为大梁生死，都是因为我觉得皇上是值得辅佐的。只是现在看来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宁之啊，你要知道，你为大梁几番生死都不是为了皇帝，是因为你心系万民。太后，这次宁之真的无能为力了，皇上的败局已定。还没有定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。你想一想，那些士大夫们最在意的是什么？皇室正统。李公公，娘细作急传魏广进宫一趟，我有要事要与他商谈。是。魏广，太后跟我说，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走，为了大梁，她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。长公主到！
上别来无恙啊！长公主，终于又见面了。赐座。皇上，在谈判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敢联合起来，污蔑朕，说朕这皇位并非正统。从一开始，他们的目的就不在于和谈，这只是杨宽布下的一盘大棋。和谈是虚，抹黑皇上才是实。想不到，朕的胞弟竟然认为是朕陷害他。臣也听闻，当年先帝有意立广定王为大梁太子，皇上心生嫉妒，买通了御厨，给广定王下毒，让先帝误以为他得了不治之症，这才将皇位传给了皇上。如今这个传闻甚嚣尘上，只怕他们已经将这谣言散播天下了。如若你跟他们开战，你胜算有几成？其实开战只是中策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臣以为皇上应该继续和谈。你想让朕继续去受他们的羞辱吗？再谈下去，事情一定会有转机。什么转机？天佑大梁君主。皇后娘娘，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饭菜，以后可别说我们怠慢您了。路飞，能不能先停一停？我那边有些孤本琴谱，你应该感兴趣。我取来给你，你也可以学学上面好听的曲子。路飞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让你别弹了，为什么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？我让你弹，我让你弹！你敢砸我的琵琶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都别吵了，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我们个个都得挨罚。我19岁就被他打入冷宫，生不如死。如今连弹琵琶也不行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有能耐的，你就处死我！皇后娘娘，臣来了。娘娘，您受伤了。哎呀，我刚刚跟那个路飞打了起来，我砸了他的琵琶，他打伤了我的头。娘娘这脾气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臣为娘娘看看伤吧。不必了，只是一点小伤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不用来了吗？你怎么又来？臣若是不来，娘娘可见不到这些好东西。这里面有酒酿圆子、桂花鸭，还有……娘娘有心事了。我方才在想，弹琵琶的路飞屡次挑衅本宫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仔细想来，当年他和他的亲姐姐同时承宠，而皇上更喜欢他姐姐的声音，所以他心生妒忌，下药
把他姐姐的嗓子给毁了。可这件事和本宫无关啊。路妃也算是罪有应得了，娘娘只是将她打入冷宫，一时宽厚了。就你会哄本宫高兴，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些年也的确是没少得罪人。娘娘若无威严，又如何治理后宫？若是旁人在娘娘的位置上，只怕比娘娘狠千倍万倍。娘娘至多是逞口舌之快，却并未杀过人。这宫里的妃嫔们哪个手上没沾过血？所以娘娘不必愧疚，也不必觉得落入冷宫是天理循环。娘娘只是一时时运不济而已，总有出去的一日。朗坤啊，下次来的时候帮我带样东西。什么？带个琵琶，要五弦的，最好是梨木做的，梨木做的琵琶最好。臣明白。皇兄，当年先帝传位于你，大有可依。只要你愿意将当年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都交出来，我要在这个大殿之上，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，我要开审，然后将这个结果公布天下，无稽之谈。皇太后驾到！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参见太后。刚才哀家听说，广定王要公开审理先帝传位之事。好啊，就来审一审吧。此事只有哀家一人知晓，审哀家就是了。母后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更加庇护哥哥，当年就是你帮着他坐上这个皇位的。是啊。慈母多败儿，母后，这回你就不能对我们姐弟公平一点吗？住口！哀家在此，轮不到你们插嘴。民间传言不假，诸多皇子中，先帝的确最喜欢广定王。当年也有朝臣上奏立广定王为储君，可先帝一再推迟议论此事。后来经御医诊断，广定王得了天花不治之症，立储之事也就无人再提。接着，先帝就选定当今皇上继位。等到尘埃落定后，才发现御医诊断错误，广定王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母后，堂堂御医，诊断皇子怎会出错？一定十分小心，分明就是皇兄当年御医串通。你说出这等诛心之言，可有凭证？凭证早就被我这个哥哥给毁了。只要你愿意交出当年的旧人，我一定可以查个水落石出。母后，我跟哥哥同样都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总是帮着哥哥打压我呀？哀家这么做，自有哀家的道理。无论当年羽翼是否被收买，你都没有资格坐上皇位，因为你身体里流的根本就不是先皇的血脉。母后，你在说什么？当年先帝出征遭遇埋伏，魏延将军来不及救援。当时长平王为护送先帝突出重围，不幸身亡。长平王妃身怀6甲，得此惨讯，悲痛至极，导致难产而亡。先帝对此事极为痛心，
于是便决定命人将长平王的遗父子领养入宫。为了让这个可怜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安排，先帝命上官局将其编入皇子名册，让哀家悉心抚养。这个遗夫子就是今日的广定王，所以先帝从始至终也未有过立广定王为太子的心思。母后，你好狠的心！都是假的，你骗我！小雨，小雨，此事千真万确，哀家可以发誓，所说的一字一句皆是事实，否则五雷轰顶。先帝之所以喜爱雨儿，是因为对长平王心中有愧，却不曾想让你这个孽子有了作乱的口实。哀家还有几句肺腑之言。哀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违背先帝的遗言，但哀家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上苍真要降罪，那么混淆皇室血脉一定比所谓皇室正统更令上苍震怒，将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白白牺牲，更是不值。太后，太后，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！皇太后在大殿所说之事已经迅速传遍了天下。听说叛军有几股势力已经改变了主意，撤回到他们原本的封地。皇上，臣说过，这场仗打的是民心，现民心扭转，消灭这帮叛贼的机会也大大增加。但越是这种时候，您的处境就越危险，一旦被反咬一口，会比之前伤得更重。姐，我真的不明白母后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小雨，你不要沮丧，说不定就是那个昏君逼母后这么说，来构陷自己弟弟的。不出几日，严宽就会找出很多证据，证明皇太后所言都是假的，是皇上威逼太后。我们要将所有涉及此事的人都要找出来，对我们有利的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拉拢过来；对我们不利的，全部杀掉。这场仗不见硝烟，但比战场更险恶。严宽最擅长蛊惑人心，他一定会借此大做文章。我要让天下人都清楚，这个昏君是多么的灭绝人伦，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放过。依你之见，母后她会不会为了平息这场战事，或是为了朕而说谎呢？臣不敢妄测，也许答案只有皇太后一人知道。念之在，念之在。太后，答应哀家守住大梁。
太后她崩逝了。皇后娘娘，您为何不进食呢？哦，没什么胃口，你们慢慢吃吧。母后不会死，母后不会死的。母后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说？是不是那个昏君逼着你这么做的？你告诉我。真是那个不孝子。逼着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贡献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母后，你一定很痛苦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孝的孩子？太后，我会替你守护好大梁的。太后崩逝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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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后已经崩逝1月有余，已经入土为安了。朕不想杀生，先留着你们的命。你们给朕立刻滚出燕都！皇上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你就急着撵人了？皇兄，当日母后在这个朝堂之上所说的话就是一出戏，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受人所逼。一派胡言！满朝上下悠悠众口，又有谁会认为母后说谎呢？天下百姓都视母后为圣人。正因为如此，太后才会顺理成章地被人利用。只怕太后临终前也多有不甘吧。启禀皇上，老夫是3科状元刘坤，当年在先帝身边起草诏书。先帝曾命下官起草过立太子的文书，但因广定王被御医诊断患有绝症，草诏便没有重抄盖印。立储这等大事，为何其他朝臣不知呢？为防止太子没有立稳前受到控制而瞒着朝臣，这是先帝的英明。草诏即便没有公布，也应在兰台馆中留有存档。这么重要的物证无法查到，恐怕也说不过去啊。启禀皇上，草民当年是长平王府的家医。长平王去世时，长平王妃确有孕在身，但医案记录，她产下的是一名女婴。
请问这位老者，难道长平王只有一个子嗣，一位王妃吗？魏大元帅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来一场论战吧。怎么，战场上还没有打够吗？我们各自用10日的时间来寻找证据。10日之后，广定王是不是正统，以论战的结果来定。你想怎么辩，我们都奉陪到底。可有一件事情，希望我们双方能立个君子协议：论战一事，不可对外声张，找天下间最有名望的鸿儒先生入宫，做评判即可。那我们就10日之后见。你认为，广定王他们会信守约定吗？就算广定王肯遵守，严宽也一定会私下散播谣言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定这个君子协议呢？臣这么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太后所说之事，无论对您有益还是无益，都不可拿来做旗帜。至于严宽，交给我来对付。那10日之后的论战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臣有8成，还有2成呢。朕不能输，这是九五之尊。如果朕输了，就会遭世人唾骂，颜面扫地。为了皇太后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将这个8成变成10成。朕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10日功夫一闪就过，你速去速回。魏广，宁贵妃是来为我送行的吗？皇上命令了半城禁军来保护你。皇城禁军有8000人，也就是说有4000多人每天都要跟着我。皇上还说，朝中官员不论品级，都必须听你吩咐，你想用谁就用谁。就是说，你现在已经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皇上是真的着急了。所以啊，你不能输。如果我输了，要请皇上立刻重新和谈。到时候你还是宁贵妃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打趣我？我不担心皇上，只怕你会有危险。其实我现在心里也空落落的，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此事。在战场上，你已经证明了你比严宽更胜一筹。可这场仗打的是民心，我要出宫一趟，找个清静的地方，好好去调查此事。你要离开？那皇上那边你要怎么交代啊？可是我唯有找个清静的地方安静下来，好好想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或许还会有主意。魏广，你不要一个人担起整个天下，我还在呢，我跟你一样心系大梁，你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。我会的。这个地方，你再去看看那个，哎，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上面是这样记载的。元帅，严宽装神弄鬼，四处造谣，说有人看到了皇太后的鬼魂，还说皇太后的鬼魂夜夜哭诉皇上，逼他说谎。早料到他会有这样的伎俩。那你们有没有问百姓，他们到底信不信皇太后说的话？已经有不少人信了，认为是皇上逼皇太后这么做的，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广定王不是帝王血脉。宁贵妃呢？
宁贵妃按照皇上的旨意去给魏大元帅送卷宗去了。这么晚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他回来之后，让他立刻来见朕。皇上，这几日宫里可谓是人心惶惶。过几日的论战，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但这次论战会影响整个大梁的命运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广定王不是先帝的血脉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皇上，这几日您是不是睡眠不好？朕看起来很憔悴吗？魏广他着实放肆，是朕太纵容他了。发生如此大的事情，他却躲到宫外去，也不知道事情进展的如何，让朕怎能安眠？宁芝，你怎么还没回宫啊？给你做饭啊。你刚刚是在向谁祈愿吗？你爹吗？我在求皇太后，求她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做。这以前都是你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，这次却反了过来。看来这次真是愁到你了。这是安神香，额头贴地，只是让脑袋更清醒一些。我还以为你这次是走投无路了呢。这一次，我觉得我可能要输了。查遍所有的卷宗，都没有任何有力证据，只有6日时间了。此刻，我却是一筹莫展。不是还有6日时间吗？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虽然现在还没有想到。外面起风了，山谷里风大，早些回去吧。明日就不要来了。你到现在还在关心我，振作一点啊！要不咱们去找找乐子？这深山老林有什么好玩的？你刚才不是说起风了吗？还记得我的2大绝技吗？跟上！没想到这里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是守夜的侍卫告诉我的，这里夜晚会有亮光，于是我就带你来了。
没想到竟然这么美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传说，人死之后会化成飞虫，飞回来见他想见的人？这里这么多萤火虫，你觉得会不会有一只是皇太后啊？魏广，你可不像是会听信传说的人呢。若传说能令人心里慰藉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太后，太后你在吗？哎，啊，太后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太后，是你吗？太后，你是来看我们的吗？过来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的几句话，就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，还害得魏广这么多天都快疯了。太后自从进宫后，行为举止严遵宫规，没有丝毫逾越，又时时为大梁操心。若她真的变成了萤火虫，我为她高兴。她终于可以放下束缚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求人得人是太后的心愿，现在也成为我的心愿了。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无论太后那天说的是真是假，这次我会抛下所有的一切，去证明太后说的话是真的。你一定可以做到。魏广，宁芝，你来了。我想我应该和你说说，太后她老人家告诉我，她要在大殿上讲述广定王身世的前后，她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，又做过些什么？这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吧？有彩虹！第一次看到彩虹。雨过天晴后，难得有此奇观。希望这次论战的结果也能是晴天。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很晚才歇下，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还是一筹莫展。我只是想起一件往事。当日我带10万兵马去打乌茨国，路过一个亭子，见到一位老人家自己和自己下棋。我觉得好奇，便下马与他对弈，连下3盘，3盘都轻松取胜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棋艺一向很精湛。后来凯旋归来，又路过那亭子，再见到那老人家，又下马与他对弈，一样，连下3盘，结果3盘皆输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原来对弈下棋，我连给他老人家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为什么之前又能够连赢他3盘？他告诉我生来就有打仗的天赋，而他生来就该下棋。论下棋，我怎么都没有办法赢他。只是当日我意气风发，率大军赶赴战场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挫我的锋芒。这个老人很有智慧哦。的确如此。这件往事跟皇太后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性？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哦，对了，郎坤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派出去的人一直都没有回来。我想郎坤素来聪明，他会回来的。娘娘，灵芝，有朗坤的消息了吗？你不是说朗坤他有9条命吗？他不会有事的。唉，那倒也是。元帅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也不知道。魏大元帅呢？半个时辰之前，魏大元帅骑着一匹马走了。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？大元帅一句话没留就走了。宁贵妃，怎么样？能追上魏大元帅吗？将士们策马去追，大元帅不但没停，反而纵马跑了。魏广走了。皇上，臣妾相信魏大人的离开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他肯定是寻找证据去了。待到论战那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不用多言，速召言官、史官进策殿，朕要亲自挑选论战之人。是。等等，快去啊！是。皇上，请听臣妾一言。朱爱卿，现在何等形势，想必你们也清楚。此乃我大梁生死攸关之际，有谁能够帮朕赢得此论战，朕就立刻封其为侯，位列3公，择其子弟。谁有此本领，尽可站出来。皇上，臣文理阁大学士林金愿意效劳。臣也愿意效劳。臣也愿意效劳。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，一定能辩得严宽，哑口无言。好。宁贵妃到。宁贵妃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快回去！臣妾并不是想阻止皇上，臣妾是想陪着皇上一起找出最适合的人选。朝中大事，朕自有安排。你乃后宫嫔妃，不得干政。皇上或许忘了，臣妾屡次与严宽交手，论对严宽的熟悉程度，臣妾自问无人能及。是否可以让臣妾当一回严宽，考一考诸位大臣？你打算如何考？魏广为何没来？就凭你们，还想与我论战？我便让你们先说，为何认为广定王不是正统？臣问过那2个老宫女。他们说，长平王为先帝而死，先帝收养其一父子，
乃合情合理。那么长公主所说亲眼见到广定王出生，又作何解释？长公主与广定王实属一丘之貉，当然是相互包庇。皇太后怀有广定王的医案，太医院同样有记载，又作何解释？我不妨来讲一讲最近的事情。宫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，这是真的。太后自生病以来，经常语无伦次，神志不清。上个月她说，有一只吊睛白虎跑到她的寝殿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又说先帝骑着一只大鹏鸟飞来要带她走，这又是不是真的？皇上，你真的认为这些大臣能代替魏大人吗？等等，朕现在就和你上山，等他回来，朕要亲自迎他回宫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全部去寻找魏广下落，找到之后，用最隆重的礼仪迎他回宫，任何人不得失礼。还有，魏广失踪一事，不准外传。是。魏大元帅，你又赢了。老人家，我第一次见您，您就连输我3盘；第二次又赢我3盘，这一次又连输我3盘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上次你率领大军去打乌兹国，老夫没有挫了你的锐气。再过2日，你要去打更大的仗，老夫更不能挫你的锋芒了。这场战事继续打下去，老夫的3个孙子都有可能被送上战场。你一定要打赢这场论战。老人家，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能赢。告辞。魏广，若不是你的亲信指点，我还真是找不到你。就知道你会平安无事。能见到你，真的太好了。伤势无碍了吧？一点小伤，不值一提。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连我朗坤也瞒着。大梁现在怎么样了？百姓们议论纷纷，论战结果会是什么样？虽然还不明朗，但皇上已经坐立不安。宁贵妃也很担心你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我不打算回燕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回去，朝廷怎么办？回去也没有用。哎，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？大梁要亡了，要是严宽得了天下，他肯定不会放过皇上，更不会放过宁贵妃。这匹马给你，你赶紧赶回皇宫。就算我回去使尽浑身解数，也赢不了，因为这一仗，只有一个人能打赢。是谁？宁贵妃。宁贵妃，你真的不是开玩笑吗？你回去告诉他，让他不用纠结皇太后所言真假，让他按照本心去和严宽辩论。我相信他会赢的。谢谢你的马，自己小心。撤！魏广，把话说清楚。喂，这就是魏广的应对之策，让你代替他论战。你一道密旨，
天涯海角找到魏广，就地诛杀。魏广已经给出了对策，他并没有辜负皇上。既然他的对策是臣妾，就让臣妾去论战严宽。胡闹！你已经奔波劳累多日了，已经足够了，可以回宫歇息了。皇上，让臣妾去论战吧。你一个后宫嫔妃，朝政大事怎能容你插手呢？对弈讲究出其不意，或许臣妾就是魏广的出其不意。你是不是喝了魏广的迷魂汤？只听魏广的，不听朕的。明日论战，朕要亲自上场，会会严宽那个妖人。皇上，严宽此人诡计多端，不容易对付啊。朕知道，他满脑子里面都是邪念，但朕是九五之尊，只有朕可以克得了他。皇上，别人输了都可以挽回，可是如果你要是输了，那可就不要再说。朕早就知道，魏广会临阵脱逃的，没有人帮朕，朕就自己帮自己。朕的命运要把握在自己手里面。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成全他。他的心愿就是西阁之战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他，求人得人。您知明天会不会赢？我数3下，如果你仍然停在我手指上，那就说明宁之会赢。1、2、3。宁之，你明天一定会赢。肯定会赢，相信我，因为我也相信你。魏广，你究竟下的是哪一步棋？弟弟，你怎么看？我也想不通。
宁贵妃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去告诉皇上，我将自己打入冷宫了。冷宫？宁贵妃，你要去哪里？皇上，宁贵妃说，她要把自己打入冷宫。你这是在威胁朕吗？皇上，宁芝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。请你让宁芝明日去论战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自贬进冷宫。你是朕最疼爱的妃子，朕已经废了皇后，你现在要自贬冷宫，你让天下人如何来看待朕？你觉得朕还不够丢脸吗？请皇上收回成命。只怪朕明白的太晚，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朕，朕的千言万语都抵不过魏广的一句话。你既然要入那冷宫，那你就一生一世都待在那个地方，再也别想出来。